万岁爷，您这身子抖得厉害，可是受了风寒，奴才这就传太医院。王承恩，奴才在，万岁爷，奴才在这儿呢。崇祯登基时17岁，王承恩作为伴读太监，差不多就是20来岁的年纪。我这是穿越了。我是朱由检，那个在大明公司破产清算前夕，接手了一个负债率2000%，员工全是内鬼，客户全是劫匪，最后在眉山找了棵歪脖子树，把自己挂上去的倒霉 CEO。冷静，李凡，你可是21世纪的大学生，明末拥有全球1/3的白银，但银子不在国库，他们都藏在各地世家与权贵手中。清谈误国，除了动嘴，你们还会什么？恶狗看家，要的就是这群只吃饭不干活的硕鼠。宁锦防线是个面子工程，现在唯有秦良玉、孙传庭可用，可历史上的朱由检却把这些支撑点亲手一个一个砸断。万岁爷，您盯着那毁山看半天了，奴才瞧着心慌。莫不是在想先帝爷的事儿？奴才陪着您呢，天塌下来，奴才给您顶着。朕问你，如果一间屋子生了霉，房梁生了虫，你是想换根梁，还是给房子烧了？回主子，若是梁坏了，换梁治标；若是地基烂了，怕是得一边撑着梁，一边重新打桩。炸了容易，可咱们没处住啊。好，说得好，一边撑着梁，一边重新打桩，这就是咱们接下来的计划。魏忠贤不能死得太早，我要用他的命换他的钱，再用他的爪牙去咬文官。历史上的崇祯太爱惜羽毛，总想当圣君，结果被文官们忽悠缺了。我不需要羽毛，我要的是效率。只要我手里有兵、有粮、有炮，还要收回袁崇焕的行政大权。我要建立大明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徐光启还没老透，宋英时还在苦读，要把这些真正的科学家聚在一起。万岁爷，魏忠贤在门外候了2个时辰了，他带了今年的内库账本，还有1斗东海明珠。这老狗定是来试探主子的虚实。让他进来，我倒要看看这位9000岁是什么模样。朱由检，你原本的命数是死在眉山，但我李坟既然占了你的壳子，这戏台上的曲子就得按我的谱子来唱。东林党、阉党、皇太极闯王，在工业文明的洪流面前，统统都是垃圾。魏老爱卿，朕等你好久了，咱们来算一笔账吧。老奴魏忠贤叩见皇上，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魏公公，别跪着了。魏公公，别跪着了。谢皇上垂怜。魏公公，朕今天不跟你聊国事，咱们聊聊别的。魏公公，你现在的处境就像是一个处于受力平衡临界点的物体，外力有东林党的弹劾，内有你那些义子义孙的背叛，而朕就是那个掌握着支点。现在国库空了，边关的饷银缺口是300万两，陕北的灾民需要200万两，而你魏公公手里握着的银子大概能买下半个紫禁城。你觉得如果朕顺应民意把你剐了，会如何？现在满朝文官都要你死，可朕如果不让你死，朕的法统就会受损。现在朕给你指个明路，你老了，该退休了。朕在凤阳给你备了个养老院，带几个随处去吧。那俺那些家产，37分，你直接换成物资，然后运过来。可是皇上，东林那些人不会放过老奴的。这就是朕为什么要留你3成的原因。你那3成家财拿出1半来安抚他们。老奴明白了，老奴这就去办，3天之内全数奉上。很好，你的命现在挂在大明的账上，如果朕没钱发军饷，你那3成家产就是你的买命钱。去吧，把那些该切的都切了。万岁爷，您真的信他？万一这老狗把银子藏起来？他不敢。现在我给了他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只要不傻，就知道跟着我才有未来。更何况，你以为朕真的只靠他？朕要你带上一批年轻的禁卫，盯着那些商帖和萧实的流向。魏忠贤怕是没那么轻易臣服。第1桶金到手了，按照魏忠贤的体量，这笔钱折换成现银至少有1000万两之巨。
这足够我初步完成3个核心任务。原本的朱由检试图用道德去修补大明，结果把自己修成了零件，而我这一世帮你拆了重组。那眉山只适合种花。陛下，此处荒凉，且消食未重，恐伤龙体。臣不明，陛下所言足以改天换地的学问，难道就在这断壁残垣之中？徐青，你钻研过几何原本，也精通历法，但你可曾想过，为什么咱们大明的红银大炮总是炸膛，精度飘忽不定？为什么同样的一斤火药，有时候能开山裂石，有时却只是一股黑烟？回陛下，许是那些工匠偷工减料，或是配比不当，此乃经验之谈，尚无定法。那今天，朕便要给你定个法。都起来吧，今天朕不是皇帝，是你们的总攻。徐青，咱们大明的火药不行，就是因为纯度不精，杂质太多。你们以往只是简单的过滤，但这不够，去把准备的草木灰和鸡蛋清拿来。是，万岁爷。草木灰、鸡蛋清，这些厨房里的东西能干嘛？你看，那些杂质依然留在水中，这叫冷歇法，这样便可以一步步提纯。这般洁白如雪的，竟然是硝石！陛下，这威力能提升数倍。还没完，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的混合。徐青，你知道颗粒化吗？以前的火药一直是粉末状，在运输中会因为震动导致分层。到了战场上，装填进炮膛的火药配比早就不对了。更糟糕的是，燃烧面积不均匀，容易炸膛。我们要把粉末做成颗粒，像小石子一样。为什么要这么做？空气。粉末太密，火苗钻不进去，颗粒之间有缝隙，空气充足，燃烧瞬间完成。这不是火药，这是雷霆。徐青，你算过炮弹的轨迹吗？臣在火攻气药中译过西方教士的理论，说炮弹是直线飞出，然后突然下坠，那是错的。在忽略空气阻力的情况下，炮弹路径是一条完美的抛物线。炮弹可以用算式定义。来看这个。如果我们要打击2脸外的敌军，炮口抬高30度还是45度，这不能靠手感，都是可以计算的。徐青，这就是朕让你来这里的原因。朕要成立大明皇家工学院，你就是第1任院长。朕不要只写文章的翰林，朕要的是工程师。从今天起，这间破锅房就是大明的科学圣殿。在大明，以往匠人地位低下，现在凡入我工学院者，受官衔，享后路。陛下，臣立法几何半生，今日听陛下这一番论断，臣方知大明有救了。徐老，别光顾着激动，咱们得谈谈 KPI。KPI 就是考成法。朕给你3天时间，把这种火药的生产流程标准化。一个人只负责洗硝，一个人只负责磨炭，不要让他们知道全流程，这叫技术保密。第二，朕要看到至少50门新型大炮，炮管内壁要像镜子一样平整，每一门炮都要有唯一的编号，出了事，朕按编号找人。第三，钱的事你不用操心，魏忠贤留下那几百万两已经在路上了。还有这事儿不能让朝堂上那些人知道，他们问起，你就说朕在西郊修道，这工坊是给朕炼长生不老药的丹炉。陛下，您这是要把那些言官当傻子耍呀？他们本就是傻子，以为道德能抵挡皇太极，却不知道只有枪炮才能保住大明的江山。若是有人来闹，朕就让王承恩去给他们送点仙丹，保准他们吃完后上吐下泻，再也没力气弹劾。主子放心，奴才别的本事没有，这送丹药的差事保准办得利索。陛下，您这些学问究竟是从哪儿来的？臣自问博览群书，却从未见过如此精妙的道理。徐青，你信不信？这世界上存在着一条天道，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朕只是在梦里看到了那个世界的一角，所以朕要把那个世界的规律带到这个世界的每一寸土地。朕要让大明成为那个世界的起点。我们要亲手终结冷兵器时代。从今天起，真理只在火炮的射程之内。第1桶金转化成了第1批高能火药，徐光启这个大腿已经彻底绑定。接下来该去会会那些真正要命的敌人了，后金、流寇，还有那群
自以为是的东林党。接下来的问题是钢铁，没有高强度的钢就造不出高压枪管，没有敲炭就没法大规模炼铁，而想要敲炭就得动山西的煤，动山西的煤就得动那些富可敌国的晋商，那可是皇太极在关内的后勤部长。晋商啊，原本想晚点收拾你们，既然要炼钢，那就拿你们的血来祭炉子吧。承恩，明天把那个叫孙传庭的年轻人也给我找出来，朕有大事要他办。奴才领旨。范老，这朱由检太过分了，竟然敢动咱们山西的煤！他以为他炼出点破火药就能无法无天了？咱们晋商垄断山西煤矿几百年，凭什么给他让步？慌什么？一个毛头小子刚坐稳龙椅，就敢觊觎咱们晋商的根基。他要炼钢，离了咱们山西的煤，他什么也做不成。可是范老，听说那小子把魏忠贤都收拾得服服帖帖，还弄出了什么颗粒火药，这能是一般人？听说他在西郊建了工坊，万一他真的造出了大炮，咱们可就难办了。大炮，呵呵，他的大炮再厉害，能打得过后金的8旗铁骑？不过是些奇技军妙罢了。咱们手里有银子，还有皇太极那边的关系，他要炼钢，咱们就断他的煤。徐院长，不好了，山西那边的煤商停止供煤了，咱们现存的煤炭只够支撑3天了。什么？停止供煤？咱们不是和山西的煤商签订了契约吗？那些煤商说，签了契约也没用，他们还说，让咱们去找皇上。好一个范永斗，他这是公然和朝廷作对，公然阻挠陛下的工业大计。陛下，徐院长派人来报，山西晋商停止向西郊供放供煤，现存煤炭只够支撑3天，请求陛下定夺。范永斗终于忍不住出手了，朕还以为他能再忍几天。主子，这可怎么办啊？要不奴才派锦衣卫去山西，把范永斗那个老东西抓来。抓他？太便宜他了。他想断朕的煤，朕就偏要炼出更好的钢。他以为垄断了山西的煤就能拿捏朕，他太小看朕了。承恩，派人传令孙传庭，之前探查的煤矿，让他组织流民，务必在3天内将第一批煤炭运往京城。奴才领旨。承恩，朕让你请的人到了吗？回主子，人已经请到了。秦良玉老将军是真不简单啊，随行的几个白干亲卫，那精气神跟经营那帮贪生怕死的烂泥完全是2个物种。走，去见见这位大名的铁脊梁。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秦良玉这个名字意味着极高的忠诚度，极强的专业军事技能。在大明岌岌可危之时，秦良玉绝对是最可靠的稳牙器。末将秦良玉后见皇上，愿皇上圣功金安。秦老将军快快请起。朕在深宫之中，一听闻白干兵在浑河之战中以少敌多，死战不退的威名，今日一见，方知大明尚有壮气。浑河一战，末将兄长与数千石仆子弟血染沙场，虽保全了名声，却没能挡住后金的铁骑。末将有负圣恩。不，那是以前的打法错了。老将军，你的兵能打，是因为他们体能好，纪律严。但在后金的重甲铁骑和重型箭矢面前，血肉之躯是有极限的。陛下的意思是？朕是说，咱们不能总让将士们用命去填敌人的刀口。老将军请看，这白干毛长丈余，近身无敌，但如果敌人在50步外放箭，甚至在100拜外动用火炮，你的子弟兵除了当靶子还能做什么？西南步兵再勇猛，可面对努尔哈赤的骑射和大炮，往往还没冲到近前就损耗过半。那些石坡子弟的血。承恩，把朕在西郊带回来的年轻呈上来。陛下，这是火器？不是普通的火器，老将军，朕今天亲手验证过了，这种新型火器能摧毁任何敌人。这意味着，同样长度的枪管，它可以赋予铅弹更高的出速度，更强的穿透力。只要朕能造出合格的金刚管，这支枪就能在150步内轻松击穿后金最厚重的3层甲罩，让他们的重甲变成废纸一张。陛下，末将斗胆一问，火器虽威力巨大，但因雨天受潮，就难以使用。所以，老将军，朕要以白干兵为核心，
组建一支全新的皇家禁卫军。秦老将军，朕不白调你的兵，从今天起，石帛宣制署的粮饷由朕的内库直接拨付，不再经过户部和地方官府，直接拨付。此外，朕会给白干兵配备最好的装备，是朕亲手设计的，符合人体工学的板甲，轻便坚固。这种板甲利用圆弧面来卸力，可以有效翻转箭矢的攻击，最大限度地保护士兵。陛下如此信任末将，末将愿为陛下肝脑涂地，在所不辞。我白干兵愿听陛下号令，赴汤蹈火。老将军请起，朕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帮朕盯着，这件事关乎战局，除了你，朕不信任何人。陛下请讲，末将定当竭尽全力。朕召见了袁崇焕，给了他督师计辽的权，也给了他5年复辽的支票，但朕不信他。袁大人乃是当朝名将，宁远大捷。宁远是守城战，不是复辽。袁崇焕此人长于筑城，短于野战，长于豪言，短于实务。朕准他5年复辽，是让他吸引皇太极的注意力，但朕要你带1万白干兵驻扎在冀州、通州一线，名为协助，实为朕的后备汴梁。朕划了3条红线，你务必牢记，严格盯着杨崇焕。第一，他不许杀毛文龙，杀了他就是自断臂膀。第二，他不许冒进，擅自发动大规模进攻，陷入被动。第三，他不许瞒报军情。这位才17岁的陛下，心思如此缜密，人心战局全都算得一清二楚。末将领旨，陛下放心，末将定当严格盯着袁崇焕，绝不姑息。承恩，去把朕准备的那件秘密武器拿来给老将军看看。这又是火药？不，这是朕这几天无聊从魏忠贤送来的那一堆名贵药材里提纯出来的皇家特供香水。老将军，白干兵的军费开支巨大，朕不能光靠抄家。这东西，朕打算卖给京城和江南的那些贵妇人，1瓶5两银子，概不议价。胭脂水粉。老将军，你要相信品牌效应。朕会对外宣称，这是秦老将军远征西南，采集万年灵芝所炼。有了您的名头加持，那些文官的切器们会抢疯的。这叫粉丝经济，赚来的银子正好给将士们换成实打实的金刚战刀。这位皇上，真是把能利用的资源都算计到了骨子里。承恩，你说朕是不是太功利了？为了推行自己的计划，是不是算计的太多了？主子，奴才不懂什么是算计，只知道以前的皇上们天天讲的是仁义道德，可边关的将士穿着破战甲，拿着劣质兵器，白白送死，百姓们还是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主子是对的，可主子您来了之后，有了盼头，也有了活路，奴才觉得这就是最大的道，最大的德。主子，您讲的是物理逻辑，讲的是实用有效，奴才瞧着这大明的心跳倒是比以前稳当多了。是啊，让将士不是白死，让百姓活下去，让大明不再挨打，这才是朕的道与德。承恩，你看，这是晋商8大家的资金流向，看似分散，实则全部指向一个方向——关外。这帮人是在用大明的血肉喂养大明的敌人，他们偷偷输送生铁、食盐、粮食入关外，换回后金的皮草和人参。他们手里还握着大明最优质的煤炭资源，那是朕要搞工业最不可或缺的黑金。主子，这账目牵涉如此之广，奴才愚钝，只担心一点，咱们若是贸然动手，这些晋商狗急跳墙，甚至勾结后金，咱们能扛得住吗？暴力抄家是下策，朕要的不是他们的脑袋，是他们的生产资料和在北方商贸中的信用额度。我们要玩一场文明人的游戏——金融战争。朕要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把手里的一切都送到朕的手里。第一件事，去把方正化叫来。方正化是崇祯时期忠勇善战、最终殉国的司礼监太监。穿越过来后，我第一时间就已经将此人调来身边伺候。叩见皇上，奴才遵皇上的吩咐，已经秘密通知在苏杭、扬州一带的生意伙伴，让他们在3日内同时向晋商控制的几大票号集中提取现银。不够，远远不够，他们掀不起大浪，你需要利用舆论。奴才懂了，奴才这就去放风，说皇上打算清算天启年间晋商欠下的苛捐杂税，数额就定在500万两。很好，这叫制造预期。当一个系统出现恐慌预期时，它的流动性就会枯竭。
听说朝廷要成立皇家美铁司，这晋商的天要变了。皇爷是要亲自下诏啊，这可如何是好啊？这皇爷是要拿我们晋商开刀啊！定是来要钱的，我得咬死亏损。范先生，你看这块炭，山西的煤好是好，但你们挖得太慢，卖得太便宜。你们只是把煤当成烧火的柴火，但在朕眼里，它是工业的骨骼。陛下，煤不就是用来烧炭取暖吗？不，煤可以炼焦，焦炭可以炼出更硬的钢，钢可以造成更好的枪炮。朕打算把山西所有官办的名家的煤矿进行公私合博营，朝廷出技术，你们出人出地，朕给你们股权。股权就是分红权。你们以前挖煤要防土匪打点官府，现在朕给你们特许证，但你们必须把现有的流动银子存入由朕指派的皇家银行。这哪里是做生意，这分明是要变相收缴我的全部家当。陛下，非是草民不愿，实在是这2日各大票号都在挤兑，草民手里实在没现钱啊。没钱没关系，朕可以给你，只要你把山西那几个矿的产权抵押给朕，朕可以给你开出大明通宝。在北方，它比白银还好使。范先生，你要明白，后金那边你那点私货生意，朕一清二楚，是要合作还是抄家，你选一个。草民愿将煤矿产权全部奉献给陛下。别说奉献，多难听，这叫入股。给范先生倒茶。陛下，您说的这焦炭真的能比木炭火旺？徐老，这不仅是火旺的问题，焦炭不仅是燃料，它还是反怨剂，能把铁矿石里的杂质吃掉。这是反铁吗？这色泽，这硬度，便是干将莫夷复生，也造不出这么多这么匀称的利器呀。徐老，这叫标准化生产。有了这些钢管，秦良玉的白杆兵就能换装第一批碎发枪。我们要让后金的骑兵在100步开外遇到他们这辈子都理解不了的动能风暴。范先生，朕这次召你前来，是知道你还在往关外送东西。陛下开恩，草民不敢了。不，你要继续送。但是你要送朕让你送的东西，比如受潮的火药，还有一批看起来威猛但打3发就会炸膛的大炮。你把这些卖给皇太极，换回来的银子，咱们3-7分成。这叫卖国啊！这叫战略误导。顺便，朕需要你的人，把这张图送给皇太极的人。告诉他，朕在西郊炼长生药，京城兵力空虚，我要引诱他们来一次陕西战。陛下这是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我要在关内用我的新式火器给他们来一次彻底的人口剪除。只要这一仗打赢了，皇太极的脊梁骨就断了。主子，奴才跟着您这些日子，觉得这天下最有钱的不是商贾，也不是国库，而是主子您的这颗脑袋。承恩啊，这叫知识变现。传旨给秦良玉，让他挑选3000精锐白干兵，秘密进驻西郊攻防。朕要亲自教他们如何使用真正的武器。顺便告诉他，军饷管够，但如果1个月后，谁要是连坐标系都画不明白，就给我回石坡种红薯去。嘿嘿嘿，万岁爷这是要动真格啊！皇太极，你以为你在跟我玩《三国演义》？我有煤，有铁，有数学，你有什么？你有勇敢的心吗？记住，这不是枪，这是真理。崇祯1行，大明的未来就在这枪管之中。老将军，皇太极的试探到了哪里？回陛下，少雷报，后金贝勒阿巴泰率精骑3000，借口寻找走失游洋，已越过白马关长城豁口，直扑密云。原都师在宁锦一线被皇太极主力牵制，密云守将王威据报已因病退往怀柔。因病？是因怕而病吧？3000精骑
这是皇太极给朕下的投名状啊！他想看看魏忠贤倒台后，大明的骨头是不是变软了。主子，咱们这3000人真能挡得住女真人的铁气冲锋？发兵，白马关。飞了爷，前方山口似乎有明军扎营，那是送死的，传令下去不必列阵，直接冲垮他们。抢下的银子3成分给儿郎们。老将军，根据他们的马速，进入预定交叉火力区还需要600系。陛下，咱们的白干兵习惯了近身肉搏。现在把他们排成这种紧密的横队，万一敌军冲进来，那就是待宰的羔羊啊！老将军，相信数学，2翼侧火线角度为30度，正面第1排卧倒，第2排蹲姿，第3排站立。我要的是弹幕重叠，只要他们进入这个山形区域，就连只苍蝇也飞不过去。还有，记住朕说的，排队枪毙，没有哨声，谁也不许开火。哈哈哈！大明皇帝是被吓傻了吗？放箭！举盾，稳住，不许动！开火！这是雷法，这是妖术！贝勒爷，撤吧！冲不过去啊！冲！他们打完火药了，冲过去宰了他们！秦老将军，该你的白杆兵教他们做人了。弃枪，结阵，落马。别杀了，这可是皇太极的兄弟，值不少钱呢。陛下，这简直是神迹啊！这不是神迹，这是文明的代差。卑鄙！你们用了妖术，这不是英雄所为！哈哈哈哈！英雄，阿巴泰，在朕的世界里没有什么英雄，只有生存。回去告诉皇太极，他的这3000人朕收下。如果想要人，拿粮、拿马、拿山西那些叛商的脑袋来换。你想议和？议和？不，朕不议和，朕要耗死你们！你们这几万满洲男丁，朕会每隔半年请出来试探一次。朕的工厂每天能造1000支枪，你猜是你们的人生的快，还是朕的工人们枪造的快？陛下，将士们都在传，您是9天雷神下凡。雷神？老将军，你也信这个？末将原本不信，但今日之后，末将信了。但今日一战也暴露了问题。第一，碎发枪的枪管还是容易过热，必须得搞冷大工艺。第二，白杆兵的侦察范围太小，我们需要热气球，或者至少是更高倍数的望远镜。陛下，您说的这些，末将闻所未闻。但末将知道，只要跟着您，大明就亡不了。大明可不会亡。这只是皇太极的一次试探，等他反应过来，他会动员整个后晋，甚至联合蒙古各部，发动更疯狂的进攻。而朕还没解决大明内部问题。陛下指的是那些在朝堂上为了几句圣贤书就吵得不可开交的文官，还有那些在陕北快要饿死的灾民。秦老将军，白马关只是个起点，朕要在2年内把整个大明变成一座巨大的工厂。